青山宗有令，自今日起，青山宗外3000里内禁止随意出入，非请擅入者，格杀勿论。有人的地方就不太平，不太平的地方就一定有我。世间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如果有，那就2顿火锅。现在这句话，在我们名都很流行，说是从朝歌传过去的，但我却觉得应该是益州。你也知道，名都那地方终年都不见阳光，潮湿阴冷，谁不喜欢吃火锅？这个男人叫殷三，你们地上的人阴天喜欢吃蘑菇第3，一个莫名其妙装腔作势，又看似极其普通的名不妖人。我现在就想吃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然后回去吹他有问题。这有什么错？行，这位师妹，我承认自己留下来就是想看热闹，但这可是景阳真人要飞升啊！整个修行界谁不想看？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收拾我？不至于吧？哎，打个商量，能不能麻烦你松开这东西？就算你不放我走，但也让我先吃2块。这锅里的毛肚和黄喉，再不捞可就没法吃了。名不妖人来我青山宗招摇，死有余辜。千世万古。见过老师。景阳师叔祖飞升在即，如此紧要关头，怎么还能让名不妖人在此招摇？腊月，很不错。你们收拾完便离开，莫扰时间太久。弟子明白。你们快看！阳峰的师兄们回来了。这是果城寺的禅子，禅子也来了。那玄灵宗的老太君呢？估计一会儿也该到了。想不到景阳师叔祖飞升竟有这么大阵仗。你懂什么？整个朝天大陆已经1000年没有飞升者了。这可不光是咱们青山宗的大事，只有像景阳师叔祖这般心无外物、断情绝性的修行者，才能去往难以想象的境界吧。可这对青山宗、对朝天大陆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宁波大祭司，还有阻拦师叔祖飞升。掌门出现了！那是西海殿神。 斩天！难道师叔祖要用自己的剑强行展开一条通天之路？恭送景阳师叔祖飞升，青山不朽，万古长存。 恭送景阳师叔祖飞升，青山不朽，万古长存。恭送景阳师叔祖飞升，青山不朽，万古长存。恭送景阳师叔祖飞升，青山不朽，万古长存。 这世上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事情发生，这无数的事情，其实都可以归为3类。第一类是需要立碑纪念，以传万世不朽的大好事，比如青山宗景阳真人的飞升。第二类是人们都不愿提及，拼命想要掩盖的坏事。 比如，青山宗剑狱里某个老魔头越狱。最后一类，就是那些极为琐碎的小事，小到不值一提，没有人会记得。比如，殷三的死，以及景九走出石室。很多年以后，人们才会发现，这些。 原本就是同一件事。真烦，有些羡慕你，可以好好休息，我却还要再忙这多年。人不可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里。
哎呦，哎，这娃怎么生得这么尊啊？他不是朝歌城里的公子吧？可不能瞎说。我看他白衣飘飘，一身仙气，莫不是仙师吧？哎，可算了吧，仙师能来咱这穷乡僻壤？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村长来了。拜见仙师大人。拜见仙师大人。你们好，起来吧。仙师好，仙师好。我要在这里住一段时日。不用不用，仙师肯留下来，便是我们的福气。只是寒村贫苦，实在找不到能让仙师清修的住所呀。这。你住哪里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公子。那时，我正好10岁，名字还叫刘宝根。他觉得我的名字不好听，就给我起了个新名，叫柳10岁。当时的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，爹娘却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福气。公子让我教他铺床叠被、洗衣做饭、砍柴种田。就是这些，我没记错一个字，至今难忘。当时我真的非常惊讶，不知道为什么公子这样的人要学这些。然而，更加让我惊讶的是，所有的这些事情，公子只是看一遍，就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了。就到这里了。啊？我只是想学，并不喜欢。就算化凡修行真有道理，也不适合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懒，而且不擅长。那公子，你擅长什么？切断。难怪您切菜切得那么好。公子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景九。景九。水井，地久。井水不犯河水的井，不如意是长8、9的9。读过书？村里曾经有位先生，去年走了，听说是想去县里考童生。我也读过。不懂就来问我。谢谢公子。您是不是心情不好？不停做同样一件事情，很难不烦。如果那件事情是吃肉的话，
明天开始，换我教你办。花开花落，不过是天地秩序的周而复始而已。日升月落，循环往复，不过如此。掌门师弟，师尊是借雷魂木，使冥部转魂之法逃出监狱的。我青山之中，只有碧湖峰藏着雷魂木，今日那儿恰巧少了2根。身为峰主，雷破云必定脱不了干系，但他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入监狱，将雷魂木交到师尊手中。所以，必有同党，得彻查。师兄，小师叔刚刚飞升，峰里又出了这等事，你若是彻查，必定人人自危。如今是多事之秋，当以大局为重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最后2次，呼气早了。知道了。还是有些不习惯呀。怎么就这么好看呢？公子，您不是睡觉吗？怎么还睁开眼睛了？我在推演今后3年。那您平日里都在摆弄的那一盘沙子，是在做什么呢？我在推演今后3000年。3000年？如果你冥思苦想，耗尽心神，用无数时间写了一篇极佳的文章，觉得此生再也写不出这般好的文章，结果却不慎让纸稿落入灶中，被烧成灰烬，你如何想？不敢想，想着便心疼。不是疼，是痛，很痛苦。那个人只能重写了。是的，除了重写还能如何？可是原来文章里的精彩词句，还有那些精妙典故都记不起来了，怎么办？记不起来自然就不重要。记不起来的词句典故，如何谈得上真正精彩？再写一遍，必然是篇更好的锦绣文章。那，公子您推演出了些什么？今后3年雨水咋样？时间到了。啊？我姓吕，青山宗南松庭门师，负责培养新入门的外门弟子。100年来，宗内不知多少良才皆出自我手。数日前，我得知
在这个柳家村有一个叫做柳10岁的孩子，是天生道种，100年难得的修道良才。于是我亲至此地一探究竟。然而此刻，我却被他身旁的白衣少年深深吸引。我修行多年，好看的人见过不少，可无论是朝歌城里那些世家子弟，还是水月庵里那些美丽的女弟子，都无法与此人相提并论。修行界里流传一句话：极智者不凡。所以尽管他道心尚志，天赋不佳，我还是讲出了那句不知讲了多少遍的话。你可愿意随我修大道，求长生？难道这样就行了？那位仙师不需要时间看看我的品德？心性。对，就是这个词。修道当然只看天赋，心性随年月而变，如何看？难道你还真以为仁者无敌？难道不是吗？书里都是这么说的。当然不是，无敌者才无敌。到了。哦，吕师兄回来了。想着如此良才，总要早些送进宗门才能安心呐。赶路急了些。师兄这话好生夸张啊！我倒要瞧瞧你到底觅了一个怎样的天才。这是我派南门登陆仙师明星国。入内门之前，你们要呈师书。明师叔。吕师兄，你今朝果然机遇不凡呐。是小的那个。不错，不错，天生道种。不错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进来啊！来。姓名？60岁。姓名不是年龄。我就叫这个名字，不可以吗？别说10岁，你就算想叫万岁也行。你呢？京九，朝歌人。你虽然资质不佳，但只要勤加修炼，也会踏上大道的。10岁呀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是主仆。天生道种居然与人为仆，不管他们以前是何等关系，但一入山门，凡间事便再无意义。难道你没对他们说过？今年听说不知道今天又会是交系统有交件，我肯定也能。是来了，别说了。律师，就等你们2人了，赶紧入列。公子，仙师是怎么来的？路上没见他超过我们呀。哇，这人好帅啊！跳的公子长得这么好看。哇，快看，这谁呀？好身材，好俊啊！不知道是。哇，这人怎么这般好看？这张脸是怎么生的？气度也不凡，说不定是招得来的贵族子弟。你不觉得他的耳朵很怪吗？好可爱啊！这里是入门口诀，你们要好好研习。世间修道者众，各派功法各殊，境界划分不一，本质并无区别。我青山宗大道至简，共有3层境界，分别为初境、次境、大境。初境分为2个阶段，一为有仪，2为报神。报神境圆满，可参加内门考核。通过后入内门喜剑阁学习，可称喜剑弟子。此时才算真正踏进了修行的大道。知通守一为次境，喜剑溪弟子入知通可取剑，知通境圆满，可御剑飞行。而至守一境圆满时，剑完之产，可参加成剑大会。若表现不凡，可被九峰收入峰内。此后的境界皆为大境。当进入无章境后，剑完大成，可收剑入体，是为修行界真正的强者。而你们现在要学的是出境法门，我希望5年之内，你们都可以报神圆满，进入内门。60岁。您叫我？不错，你的资质极佳，是为天生道种，更要努力修行，给我青山宗一个惊喜。他是天生道种啊？不会吧？咱们青山宗天赋异禀的弟子无数，可这些年里也没出现几个天生道种啊。是啊，除了赵腊月师姐，便只有天光峰上那位由掌门大人亲自收为关门弟子的卓师兄了。刘师弟，我叫薛勇哥，你可以叫我薛师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间小院歇息，你准备挑哪间呀？若是不怕夜袭生烦，贾四间倒是极好的选择，离剑堂近，能够时常请教仙师，而且院外种着一片正阳花，花香清幽，颇有正义敬神之效，与我等修行颇有裨益。薛师兄，谢谢了。各位师兄师姐，请让一下。公子，等等我。
天生道种居然给人做书童，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转身未曾万物空，只是已经多少年。没有意，二呢？就算没有意，二呢？掌门师弟，你究竟是以大局为重，还是心中有鬼呀？今日便到这儿吧。多谢上师。哼，又没来，真是不堪大用。你们听着，修行之道在于勤奋。再愚钝之人，只要肯花时间精力去熬，终有一日也能成就青山九峰。千万不要像某些人游手好闲、虚度光阴，都记住了吗？是。弟子谨记教诲。在外门有一个规矩，弟子们会将修行时遇到的问题一一列于纸上，弟子之间也会将这些问题拿出来彼此讨论。这个柳师弟虽出身低微，但悟性极高。其实，一旦踏入修道的门槛，便是仙凡殊途。若是资质不佳，就算出身再好，最终也只能是碌碌无为。柳师弟是修道天才，与我正当是同道。这些啊，都是我家公子告诉我的。我家公子说了，天权万鼎。薛师兄，今日课上，吕师的话你也听到了吧？你听我一句劝，既然成了修道者，就该断绝尘世的牵绊。你的修行资质远在那个什么叫景九的之上，哼，你可千万别被他拖累。薛师兄，请你慎言。我家公子可是惊天伟地之才，他悟性之高，绝非我们能比。就凭那个懒鬼，我能解答出大家的问题，那也都是因为我家公子的指点。这不可能吧？他平时连院子都不出，这么懒的人能对修行有见解？景师弟的确有不凡之处，但……10岁，过来一下。哼，过来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还把自己当少爷？你终于肯出院子了，以后会不会经常来这里啊？我不是不肯，是懒得出去。哦。汤已坏了，
你来修一下吧。好的，公子。柳师弟，既然景师弟来了，不妨让他也给我们指点指点，如何？哼，薛师兄，你别不信，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家公子的厉害，是不是，公子？公子，我有些麻烦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子。问题？我看你如何出丑。景师弟，这是我写的。这些都不懂。啊。灵海与剑果之间的关系，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暂时不需要想太多，不然会影响到前期对真元运行的认知，产生偏差。至于当作如是观，我写在了上面。哇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谢谢景师弟。不过就是多看了几本书罢了。景师弟，这是我的。法诀里的引天拳灌顶，说的并不是引天地元气，而是体意相通，如此才能感知到天地元气。你连这一步都没有做到，就想要神识离体，当然是错的。具体应该如何做，我画在上面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多谢景师弟指教。运气，猜呢吧？景师弟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帮我也看看吧，还有我。这句话的意思你理解错了，没可能的。经脉图你画错了，会瘫痪的。啊？你完全搞错了，道主会枯死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薛师兄，这回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上师，上师，你又是在做什么？回上师，景师弟正在为我们解答修行的问题。拿给我看看。这景酒悟性竟如此之高。你们可知为何我青山宗对外门弟子只予法诀，不予讲解？是因为宗门想看看你们各自的悟性，好因材施教。今日你们不知缘由，向同门请教，故而不发，但下不为例。是，弟子知道了。这法子太蠢，应该改了才是。居然说青山宗的规矩不对，应该改掉。你以为你自己是掌门呐？若是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施教，那必会错过良才。你发生什么事了？去看看。哎，在那里，在那儿，看。哎呀！莫非是赵师姐？赵师姐竟然可以御剑了！初次御剑便能破云动雷，果然不愧是天生道种。一味求快吗？不错。恭喜师妹御剑成功！这个景九，我承认看错了他。修道多年，他是我见过悟性最好的人。须知我青山宗弟子不可无傲骨，但绝不可能有傲气。
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恃才傲物。作为师长，我有责任引导他走向正道。赵腊月确实不错。景九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剑出九风，必迎罡风。想要在修行大道上走得更远，你应该学会如何收敛锋芒。就算想要帮助同门，也可以用别的方法，但不能破坏规矩。那个规矩确实很蠢。你，青荣峰南望出身南寨，不通皇朝文字，当年在外门根本看不懂入门法诀。若无人教他，青山宗岂不就会错失这位天才？这……青荣峰南望峰主的身世不算秘闻，只算是轶事，但他一个外门弟子，却是如何得知？莫非景九是宗门提前布好的棋子？只是这一次落子的，究竟是哪座峰上的师伯师叔呢？接下来的1年里，景九一如既往地躺在竹椅上，没有一点想要修炼的迹象。期间，我曾在某个夜晚来到小院，本着惜才之心，想要为他在青山谋一份差事，但他似乎志不在此。自此，我彻底放弃了对他的关注，将全部心思放在了60岁的身上。时光如水，转眼便是1年。又是春意渐深时，60岁不负天生道种之名，抱神境圆满，前去参加内门考核。考核当日，他体内的真元与剑胎发生共鸣，那共鸣时发出的响声，在整个南宋厅回荡，久久未能平息。那日，他成为自赵腊月以来又一个在1年内通过内门考核的青山弟子。迈入朝天大路，修道天才之路。考核结束后，60岁第一时间来到景九面前。景九对他说：“大道险且漫长，少有同行到最后。你已上路，更需专心。此去经年，忘却乃自然之事，莫刻意记起，那般不美。”我才不会忘记。此后，60岁离开崖平，往返于群峰之间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而景九依然躺在竹椅上，任世事变幻，未曾踏出小院半步。冬去春来，转眼又是1年，柳絮满天飘。这一日，景九走出了小院。
内门的师叔来了。又有弟子要参加内门考核？哎，你们说谁会成为柳10岁之后南松亭这一批里的第2个内门弟子啊？应该是来自乐浪郡的袁师兄。我觉得应该是天赋颇佳的玉山师妹吧。哎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应该是薛勇哥啊。他叔祖可是世月峰的长老。薛勇哥自幼接触修行法诀，虽比不上柳10岁，但根基啊比我们都好。也对啊，哎，他们不就在这儿吗？究竟是谁平日里遮掩得如此之好，竟没有半点风声？景九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临海已满？这太荒唐了！难道内门考核也能乱来吗？就是啊，他有什么资格参加内门考核？怎么不可能？景师弟的水平，南松亭里谁不清楚啊？我看你们不过是妒忌罢了。哼，是不是平日里嘲讽师弟的次数太多，这时候觉得有些害臊啦？你说谁呢？玉山师妹说的没错，你们就是妒忌。景师弟加油！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。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。恭喜景师弟得入内门。呸！晦气！景师弟，恭喜了！哎，小袁上上，你上上。景师弟，你果然厉害，恭喜啦！他叫金山，还是银山来着？景师弟啊，我还有一些修行上的问题想要问你呢，你可一定要教教我啊！哎，对，我也有一些问题想。我原以为他人缘很差呢。哈，毕竟也是个名人。不过这个景九，确实不简单呢。进入青山宗后第2年，景九报神境圆满，进入内门。上法书已传于诸峰，若无疑义，今日便定下。无异。若无其他事，大师兄，且慢。师妹，还有何事？内门小楼里，小师叔的画像为何要挂上去？他是飞升，又不是死了。师妹，小师叔飞升是我青山的荣耀，把他的画像挂在小楼里供后人瞻仰，倒也合适。合适什么合适？若要激励后人，就该放在洗剑阁中，怎能将它放在死人堆里？师妹，不可妄言。我青山被称为剑道正宗，皆因青山有9峰，9峰有9剑，9剑可定天下。可小师叔飞升时带走了伏丝剑和不二剑，
九剑失其二，怎么看，我青山的实力也受到了极大折损的。三师兄，能随小师叔飞升是那2柄剑的荣耀。再说了，青山有言，剑随人起。只要人足够强大，那他的剑便有资格代替不二剑和伏丝剑成为珠峰主剑。若三师兄你能达到小师叔的境界，我青山的实力怎会受损？只怕你达不到吧。够了。三师兄所说的是事实，小师妹所言也不无道理。不管怎样，我等后辈仍需努力，才能不负先辈的荣光啊！说得不错，好在年轻一辈有卓师之，之后有腊月，如今又有10岁，我青山未来可期呀。卓师直在闭关，腊月在云行峰苦修。只是那个60岁终究太小，这次的成剑大会若是他参加，我之所虑，在于60岁究竟是不是真的天生道主。大师兄，无需多疑，掌门师兄亲自查看过60岁的情况，没有问题。何时之事？1年前。今日就到这里，诸位都散了吧。我曾派人调查过这个60岁，入门之前他便学过吐息之法，玉门吐息法。天光峰的秘传，果然是掌门挑中的人。天光峰已经有了卓师之，现在还要这60岁。既然如此，那赵腊月我们上德峰，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了。有话就说，别总是叹气。听说还有一个人，2年之内便通过了内门考核，要不要派人观察一下？何名？景九。哼，那个懒鬼。想不到师兄也知道这号人。这么多年了，师兄还是最厌恶懒惰之人。我本以为今日珠峰会问起碧湖峰雷师弟的事情。哼，掌门师弟不让问，谁人敢问？就算不问，总还是要给个答案呐。就说雷师弟在朝歌城被不老林与明部联手偷袭，受了些伤，正在调养。就算没有意，哪儿呢？就算没有意，哪儿呢？总不能一直把雷师弟就这么关着呀？为什么不能一直关着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疯了，敢对掌门出手，便有被关的道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。师兄，何事？内门小楼里小师叔的画像摘了吧。是。此处是我青山宗历代先辈的画像，若是没有他们，就没有如今青山之盛。你们当铭记于心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相识的人越来越少。正如花有一天会落，人有一天会走，这本是人生常态。只不过，花总会重开，而人不会再来。青山有个惯例，内门弟子若想成为某座峰的成剑弟子，都会先去迎行峰
取一柄属于自己的剑。越往峰顶去，剑的品质越高，凶险也会加倍。所以这取剑不仅是日后参加成剑大会的凭证，也是对弟子的试炼。既然有取，那就有还。所以每当青山强者寿元将近时，也都会去迎行峰，将自己的剑还赠于这座山峰，福泽后者。如今，终于轮到我了。人呐，一旦上了年纪，就喜欢回忆过去。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景阳师叔来藏书阁，见到我正在练剑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剑不错。青山有言，剑随人起。我资质平庸，剑也平平无奇，怎会不错？”于是我问他哪里不错，他回答了我4个字：可用来躺。景阳师叔那是何等的人物，他说的话一定是意有所指。可我实在愚钝，始终未能理解其中的深意，索性也不再去想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如往常一般在藏书阁整理典籍，这一坐竟是300年。我也从墨师弟变成了墨师叔。说来惭愧，300年来修行荒废，大道无望，而我也走到了尽头。都说大道无情，景阳师叔，您是不是早就忘了我这个天赋不佳的师侄？你的剑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要不然，我取了。景九，不可无礼。莫师叔，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猜到我准备剑归青山的。不过，上一个说我剑不错的人已经飞升了。想取我的剑，凭本事吧！恭贺莫长老剑归青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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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激起了莫师叔最后的骄傲。那把剑的位置离峰顶很近，所以，既然答应，就一定要做到。不然，就算你是哪座峰提前选好的弟子，我都不会让你参加成剑大会。哎，你不是说要去取莫师叔的剑吗？顾师兄，这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他是喜剑阁的授课先师之一，两望丰盛的3师兄顾寒。啊，两望峰，那儿可是汇集了青山最天才的年轻弟子啊！公子，公子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柳师弟性情平时低调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。没错没错，真是出人意料啊！这人是谁？顾师兄，这人便是10岁平日里提起的公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景九啊！你在做什么？顾师，这是我家。今日，你就要初次尝试御剑。我说过，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分心，自己过来领罚。
是。这不就是把柳十岁当做两望峰的弟子在管教吗？看来不管柳十岁承建哪座峰，加入两望峰是没跑的。够了。我两望峰弟子，不可以是一个仆人。你要记住这一点，不要与他继续来往。我再给你10息时间，如果你自己走不出去，我就把你推出去。顾师，我还是要与公子见面的。如果10岁摔死了，掌门会不会把我们逐出青山啊？赵腊月，青山宗并不是只有你一个天生道种。腊月师妹不愿意进两望峰，想必有她自己的安排。师兄，你别生气啊！不要让10岁与那个景九见面。我两望峰弟子，绝不能是一个仆人。是。唉。
公子，你不要怪顾师兄，他是好人，就是有些严格。师兄，应该叫顾师。他觉得我还可以，说会在成剑大会上召我入封，允许我私下称他为师兄。公子，我介绍你与顾师兄认识吧。以你的天赋悟性，一定可以得到他的欣赏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修行啦。公子，您可能不知道，两望峰是我们青山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峰上全是年轻的3代弟子，没有峰主长辈。但是每座峰上的师长都会择日去两望峰上授课。这也就是说，只要是两望峰的弟子，便可以学习9峰所有的剑诀。哦，还有，峰上弟子负责四处巡查，防范不老林与民部妖人潜入。还要代表青山参加10年1次的梅会。可以说，两望峰弟子的修行，就是在不停的战斗。每年都会有很多流血牺牲，但从来没有一个弟子退缩。我确实不感兴趣，因为我不喜欢两望峰。啊？还有你那位顾师兄，顾师兄这么好的人，公子为何不喜欢？那两望峰呢？青山弟子怎么可以不喜欢两望峰？怎么可以不喜欢？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。就像那位顾师兄，他是不是好人我不在乎，就算他是个圣人，我也可以不喜欢。此后的几日里，白天柳10岁都会在洗剑溪畔刻苦修炼，夜晚则会来到我的洞府，帮我做一些打扫之类的事。因为有青山大阵的守护，所以青山是四季如春的。只有下雪的那几天，应青荣峰的要求，青山大阵会打开一丝缝隙，好让雪花飘进来。下雪的那天夜里，我的洞府来了一个人，他叫马华，两望峰排名37，是来听那位顾师兄传话的。顾师兄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与10岁见面了。那个顾师兄会这样做，我并不意外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他竟然来招揽我，但我没有同意。隔天夜里，柳10岁照例来我的洞府打扫。我看出来，他有一些话想说，但是又不好开口，所以等着我问。最终我们2人谁也没有开口。我想，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来我的洞府了。之后还有几次，柳10岁来到我的洞府外，徘徊了很久，却终究没有走进来。景师兄，我们入内门了。
不知道啊？城建大会的日期已经定好了，就在明年初春。这次的城建大会，赵师姐可是备受期待啊！据说就连别的宗派都在议论，他会选择哪座山峰城建呢？除了赵师姐，最受关注的就是柳师兄了。如今他建完已成，手艺竟圆满。若是城建成功，他将会成为有史以来第2年轻的城建者。说得对。是该去见见他了。那不是那个景九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啊，莫非是来修炼的？不可能吧？他可是出了名的懒。有事？不关你事。顾师，已经半年了，你的境界依然毫无进展，剑果的影子都看不到。听说你要用末世术的剑，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吗？有。哼，凭丹药，永远也不可能踏上真正的通天大道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管是谁领进门，修行都在个人。景九如何修行，确实与你无关，你不应该管他。顾师弟，景九是我科上的人，就算想管，也轮不到你吧？见过梅师叔、莫师叔，你自己决定今后如何走。景九，你还是要再努力一些，早些把剑拿到手再说。哦，好吧。师叔，青荣峰也对这个景九感兴趣。如果你这是掌门的意思，那我们自然不争。但要是莫师弟你自己的意思，那就不要想了。只要景九能成剑，必然进我们青荣峰。你看看那孩子生的，不进我们这儿，还能进哪儿？这玄气丹只能改日再交给10岁了。你自己决定今后如何走。有点意思。对我来说，无聊是一种罕见的情绪，有点意思同样如此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了，除了有些不习惯，还有些不喜。如果当年遇到这种事情，生出不喜，我会如何做呢？如果不喜，自然一剑杀了。当然，现在不行。那位顾师兄罪不至死，而我不是个好杀之人。更关键的是，要把对方一剑杀了，首先得有把剑。没有剑，也无法参加城建大会。看来，真的要取一把剑了。总不能用你，而且我答应了小莫，
抱歉，我不知道有人。你是谁？景九。我好像听说过你。我也听说过你。你不如传闻里好看。可能是传闻太夸张。这就是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见。当时我以为他不过就是一个长相好看的年轻弟子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让我心向往之的人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我曾多次想过与他初见时的情景，比如说成剑大会，比如说飞升仙界。因为我觉得，一个人与他生命中重要的人初次相见，就应该是记忆深刻、非同凡响的。可人生就是这样，往往越是重要的事，发生的时候就越是稀疏平常。你不该查那件事。原来真的有事。当然有事，不然封主为何会发疯？为何我要冒险来杀你？杀我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有的是后果比杀死你严重10000倍，但我们还不是一样做了。你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想说的是，你就不该离我这么近。死吧！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，我希望与他的初见，如朝天的瀑布，如盛典的礼花，轰轰烈烈，壮丽非凡。